极端高温末日降临的第3天，气温飙升到了80°C，整个城市陷入瘫痪状态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，地面开始塌陷，幸存者开始抢占为数不多食物和水。极端高温末日降临的第10天，管家说家里所剩的物资不多了，爸妈和贾千金妹妹对视一眼，立刻决定把我从窗户上丢出去。地面高温活活把我烫成了干尸，可贾千金妹妹却被爸妈簇拥，在别墅里喝着冷饮。再睁眼，我重生回了末日来临的前2天。这一次我迅速变卖家产，定制了一艘豪华游轮。我要做的是打造一个属于我的避暑胜地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到了高温末世的前2天。上一世痛苦的记忆在我脑袋里翻涌。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在知道自己是豪门真千金后，我本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拥有家庭的温暖，可谁知爸妈只偏爱贾千金。上辈子末日降临后，为了寻求物资，我跪在地上哀求那些年轻力壮的男人分我点水，男人们嬉笑着把我推到地上，跪在地上求求我们啊，说不定老子心情好都答应了。我到现在都忘不了那些人如老鹰般尖锐的眼神，像是要把我活活生吞。而贾千金妹妹把我用命找来的水大方地分给了邻居，慈善家爸妈把我抢来的物资分给了流浪汉，邻居夸他们人美心善，流浪汉跪下来喊活菩萨，只有我被人戳着脊梁骨骂自私冷血。爸妈也指责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野种，没有人性。重生回来，他们还在给别墅区的孩子们发红包。贾千金妹妹指着我鼻子道：姐姐，你在乡下没见过世面很正常，咱们爸妈是出了名的慈善家，人美心又善。我冷眼看着贾千金、骆清言和伪善的爸妈，他们也轻飘飘地瞥我一眼。文主啊，你震惊也正常，多跟你妹妹学学。我们赚了钱就是要回馈社会。我差点笑了，他所谓的回馈社会，就是给一起住在富家小姐少爷发红包。我没时间和他们多费口舌，立刻冲到房间，打开我的银行卡清算余额，手指随着心情而开始颤抖。既然老天爷让我重生到末世来临的前2天，我一定要改变上辈子惨死的命运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囤物资，要保证能在高温末日还能维持现在的生活，那生活上的消耗品一定要准备充足。不过幸运的是，我的亲生父母是全国都排得上号的富豪，家里值钱的东西那可就太多了。明代的罐耳瓶，西周的青铜器，全都是放在眼前没人管的东西，根本用不着我去贷款弄钱。深夜我偷偷潜入仓库，将家里的古董宝贝挨个拍照挂某鱼，没到半小时我就找到了买家。对方看着照片，谨慎地问道：美女，你这东西是哪来的？而我躺在沙发上，开了一张家里的装修照，都是我自家的东西，不想要了都准备卖了。毕竟在末日，这些东西比废品都不如。买家仍有些质疑，但确认我的货都是真品后，当场阔绰地给我打了2个亿。很快，我收到了银行卡的收入短信，资金到账。现在我终于可以开始疯狂囤货了。这辈子无论如何都要在末世中苟住。我亲生父母涉猎的行业众多，其中就有食品。上辈子他们明知道家里的仓库中存放着足够4个人吃1年的食物，那些罐头、压缩饼干、面包、自热火锅在仓库里摆放的整整齐齐，吃都吃不完，但他们却佯装虚弱地逼我出去找物资。80度的高温，走在外面和下油锅热炸没什么两样。橡胶鞋底被烤化，没走几步脚底就被烫出血淋淋的泡。那时我刚被他们从孤儿院找回来不久，正是渴望亲情的时候。我拼死找回来1箱水和几桶泡面，却被他们毫不犹豫送了隔壁邻居。只因邻居和他们有生意往来，我不愿意，就被所有人指责咒骂。他们眼睁睁看着邻居把我按在地上拳打脚踢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小家子气。怪不得你爸妈喜欢你妹妹，也不喜欢你这个亲生女儿，就是丢人。我呸，拿不出手的东西。爸妈嫌我丢人，最后硬是把我从窗户推了下去。我永远都忘不了自己在那滚烫的沥青路上被烫得死去活来，最后变成干尸的痛苦。这2个亿我拿的没有半点心理压力，但只剩下2天时间了，我去哪找一个安全屋呢？上辈子的高温末世持续了半年都没结束，仅仅是第2周的时候，人就因为物资匮乏而变得穷凶极恶。我找了一圈，不管是别墅还是防空洞，都做不到真正的避世。正着急的时候，我忽然眼睛一亮，船行啊！虽然不会开船，但在海上的危险可比在陆地上小多了。我立刻联系了一家2手船交易公司，电话那头的声音专业而平静。女士，请问您需要什么规格的船舶？近海渔船、远洋货轮、豪华游艇还是游轮？我说，船龄3年以内，1000平左右大小，手续干净，能马上过户到我手里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可是女士，我大手一挥，我出1000万，越快越好。对面愣了下，很快声音愉悦起来。好的，女士，我们派人送到你手里。我又试探着问，你们有没有给船体加固的渠道？我想把船体升级成防弹级的，还要防有人能攀爬上来。为了防止引人怀疑，我又信口胡诌。我准备自驾游，这样安全，心里踏实。如果联系到，给你5万块介绍费。毕竟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。对面满心欢喜的应下，在超能力的推动下承诺会找来几百人连夜赶工，
第2天就送到我这里。解决完船的问题，我先在海附近租了个仓库，随后就去了当地最大的商超。我直接找到了经理，以超市进货为由开始大肆扫荡。泡面300箱，小鸡炖蘑菇味的不要，矿泉水1000箱，果汁和碳酸饮料各500箱，泡面、自热锅、酸辣粉、火鸡面还有火腿肠那是必不可少的，各种速食的卤牛肉和手撕鸡也多多益善，巧克力和能量棒补充热量，压缩饼干和面包牛奶方便携带，生活必需品抽纸1000箱，卫生巾、湿巾、洗衣液、洗发水、沐浴露、一次性内裤、牙膏、牙刷各来1000箱。但结账的时候，手机却弹出了洛清言的消息：姐姐，快过年了，你不好好在家陪着爸妈，跑到哪去了呀？又是惯用的绿茶手段，我早就习以为常。上辈子他就总是装可怜，害得我明明是在自己家，却活得谨小慎微。之前在孤儿院生活时，无非是吃不饱穿不暖，但自从回家后，洛清言只要一个不高兴，我妈就会抬手甩我一个耳光，多少个晚上我都是躲在被子里哭着睡过去的。这次我直接收起手机没理他，没有人知道这场末世什么时候结束，我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。孤儿院里生活拮据，我长这么大去超市买卫生巾都要挑最便宜的，第一次大手大脚的花钱，居然是在末世。我忍不住摇头笑笑，却看到了经理站在我面前，嘴巴张得能塞进去一个鸡蛋。女士，你确定是开超市，不是世界末日来了吗？我转身做事要走，不卖的话我去别家买。卖！经理一个箭步冲上来拦住我，额头上汗都下来了。卖！现在就给您备货。我买的多，直接把仓库地址给了经理。10多辆货车跑了几次，才终于把货全部运完。仓库被堆得满满当当，过道只够一个人侧身走。泡面箱码到天花板，矿泉水落成一座小山，罐头挤挤挨挨排成方阵。我站在门口往里看，那股踏实感从脚底一直涌到头顶。但问题是，这么多东西，雇人往船上运恐怕不安全。正犹豫时，脑子里忽然响起了滴的一声。恭喜宿主完成囤货任务，已解锁系统空间。我愣住了，下一秒就看到眼前的泡面消失了一大片。我诧异地瞪大眼睛，消失的那些物资全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了系统空间里。这空间不仅有无限储物功能，还可以保鲜。我默默记下，回头再去买点鸡鸭鱼、猪牛羊肉和新鲜水果。这下算是解决了食物坏掉的问题。我尝试着用意念把面前的方便面放进系统空间，果真能行。我把心放到肚子里，刚想回家的时候，我妈的电话又打了进来。她愤愤地怒吼，声音刺得我把手机拿远了些。唐文主，你今天干什么去了？你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今天好不容易有个见世面，跟我们一起做慈善的机会，还自己偷偷跑出去耶？妹妹给你发消息你还不回，你们那个院长妈妈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？我冷笑一声，妈，我这就回。好不容易重生归来，我不能光让自己舒服了，顺带着让那一家人得到报应也是正事。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，一进门我爸就将一个水杯狠狠砸向我，我勉强躲过，水杯擦着我的脸颊摔在了墙上。跪下。洛清言靠在我妈身边，一副千金小姐的做派。姐姐，上次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我们家是有门禁的，不能超过7点回来。她这话简直荒唐。我冷笑一声反问，可我怎么记得你前2天凌晨2点才回家？洛清言一下子变了脸色，随即便一口咬定是我污蔑。爸妈对我向来没什么耐心的，他们面红耳赤，怒骂道：唐文竹，你现在就给我解释清楚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也跟着摆出了一副委屈的表情。我眼睛红红的，眼泪挂在脸上。爸妈，你们真的误会我了，我是今天受了你们的启发，也想做慈善，特意去周围的超市买了几十件年货，想要分给周围的叔叔伯伯的，就在外面，不信你们看。我让开身子，故意露出外面的一堆精品货，都是海参、燕窝等等。我虽然知道家里有一个隐蔽仓库，但具体藏在哪我还真不知道。他们的脸色缓和了一点，但还是谨慎地上下打量着我，问：你哪来的钱？他们防我跟防贼似的。我哽咽着说：都是这么多年攒的，我想着不能给爸爸妈妈丢人。爸妈，这些东西放在哪啊？我爸大概是被我哄高兴了，张嘴就说：放我卧室里捡吧。话刚说完，我妈就推了他一下，紧接着说：好了，你回去睡吧，一会我们收拾。我没再作声，心里默默记下，用这点东西掏出仓库的位置，搬空他们的物资也值了。第2天早上，距离末世来临只有1天了，爸妈去了公司，寒冬腊月却只穿了件薄薄的长袖，出门时还念叨着说：奇怪，今年冬天怎么一点都不冷？不仅不冷，还很热呢。现在是末世来临的前2天，北方的冬天已经达到了零上20度。趁他们不在家，我去主卧找到了那个仓库，看到里面琳琅满目的食物后，我气得太阳穴突突突的直跳，怪不得他们上辈子那么大方。上辈子他们一家人看到我被那些男人当狗一样，最后奄奄一息抱着水爬回来，背地里估计都要笑死了吧。我一边拍照片，一边把吃的往空间里装，
直到半个小时后才把家里洗劫的差不多。最后大发善心，还是决定给他们留了10几瓶水和7、8块压缩饼干。我知道明天就是高温末世了，他们不是喜欢做慈善吗？这辈子我让你们做个够，就是不知道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，他们还能不能像上辈子一样慷慨。我的游轮准时被送到了附近的海岸，我搬起大石头试了一下，加固后的船体和窗户都坚不可摧。卖家还贴心的给我装上了海水净化系统，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用净化后的海水解决洗澡问题了。我又给甲板上满光浮板，配锂电池组和直流主网，白天发电，晚上用，还花大价钱装了军用级卫星终端。下午我又把附近的所有柴油搜刮了个七七八八，有备无患。仓库里的囤货再加上从家里抢来的，已经把2层的船舱全都放满了。我热得满头大汗，脑海中的系统提示音却再次响起。恭喜宿主完成囤货任务，解锁365死角海上监控功能。下一秒，以游轮为中心，方圆100米海面上的景象就出现在了眼前。我眼睛一亮，谢谢系统爸爸。我去买了些感冒药、消炎药、止疼药、止血药，还有碘伏、酒精、棉签等医用品。做完这一切后是下午4点，我珍惜最后的时间去简单学了一下怎么开船，起码要知道如何发动和停泊。当天晚上回家时，天气已经开始闷热了，他们一家3口坐在沙发上不停地扇风。我妈头发被汗粘在额头上，我爸的背心湿透了一大片，洛清言连妆都花了，眼影糊成2块黑印子。30度了，这还是冬天吗？我爸看了眼墙上的温度计，眉头拧成麻花。专家说今年是暖冬，但也不至于这样吧，快开空调。我看着手机上的时间，咧嘴笑了。明天早上6点，所有人都会被高温热醒，空气都会变成骇人的热浪，每呼吸一口都会觉得热浪在体内翻滚。今晚我是特意在家里睡的，房间里我把空调开到18度，裹着被子躺在床上，辗转了一夜都没睡着。不是热，是兴奋，是终于等到这一天的那种心跳加速的兴奋。第二天一早，客厅里传来一声尖叫，那一家3口都被热醒。44度，老骆，你看看，是我上了年纪眼花了吗？我爸光着脚冲出来，盯着温度计看了3秒，脸都白了。洛清言从房间里冲出来，披头散发，头发黏腻在糊在脸上。他看了一眼温度计，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愣在原地，然后疯了似的扑向空调遥控器。开空调啊！按了半天没反应，又按还是没反应。他绝望地抬头，怎么打不开？空调坏了吗？我爸在打电话，手抖得连手机都拿不稳。供电局吗？喂，怎么没电了？什么？全是停电。我站在卧室门口看着他们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欢迎来到高温末世，大慈善家们。温度还在持续升高，2个小时就达到了55度。和上辈子一样，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。官方发布了紧急通知，让大家尽量减少外出。物业群里乱成了一片。邊個家仲有冰？我出500塊買1袋。我家狗热晕了，急求宠物退烧药，什么价都行。延了一摊子的彩券坏了，冰箱根本不顶用，摸外壁都烫手。爸妈和洛清言一个个热得面红耳赤，大汗淋漓。55度的高温，空调的凉风也不好用了。3人分别瘫在地板上。我妈第一个吩咐我，恒文竹保姆都热走了，你去做点菜吧。我冷笑一声，这么热的天让我做饭，你想让我直接晕过去吗？我反驳了一句，他们3人就都齐齐看向了我。姐姐，区区50度你就不愿意照顾爸爸妈妈了？以后他们年纪大了，还能指望得上你呢？我爸不可置信地坐起来。恒文竹，你甩脸子给谁看？我做饭。行，现在立刻马上滚出去给全家找工作。我妈和洛清言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相视一笑。上辈子我竟然傻乎乎的没有发现端倪。洛清言咳嗽2声，随后就虚弱的靠在了我妈怀里。妈，我好渴呀，嗓子都在冒烟了，我想喝水。文竹超市就在不远处，你去买点吧，回来我们一起喝。上辈子他们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最后我求他们的时候，洛清言却只给我倒了一个瓶盖的水，还让我省着点喝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去啊！使唤不动你了是吧？我勾着唇角看向他们。好啊，我去。不过爸妈，你们可一定要坚持到我回来啊！毕竟现在的55度高温还只是个开始。打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扑过来的热浪几乎让人窒息。走了没几步，我就觉得一阵阵的晕眩，橡胶的鞋底踩在地上已经开始微微的拉丝。我从空间里拿出一瓶冰水，喝了后不敢耽误，直奔我的游轮。路边看到2只热得直喘气的小猫，我一把捞起带走。海上的温度本就比地面上低一些，再打开空调吹一下冷风，喝上一口冰可乐，暑气瞬间消散，小猫也缓过来了不少。我洗了个澡，舒舒服服地躺到了床上。空调22度，4件套是新洗的，还带着淡淡的清香。带着满船的物资，我可以在末世苟到地老天荒。而另一边，小区的物业群已经被求救信息刷屏了。邊個能俾我一樽水？我出1萬蚊買。谁家有吃的求求，给我一点行吗？这天气已经不能出门了。重金求退烧药，
孩子烧得惊厥了，120的电话也打不通，救命啊！我缓缓打下一行字发到了群里。大家别急，我昨天给大家买了年货，就在我爸妈家里，大家快去拿吧。越是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越要团结在一起。仅仅1秒钟，群里就弹出了无数句感谢。这辈子我倒是成了善人了。我躺在柔软的床上，换个姿势，吹着舒服的空调，打开了我提前装在他们家里的监控。我那个大慈善家爸妈还不知道，他们的储备粮早就被我搬空，已经大大方方的把人往屋子里领了。我爸喘着粗气说：“大家放心，就算我有1瓶水，都会和大家分享的。”他喘着粗气去了卧室，但打开仓库的门后，他彻底傻眼了。在生意场上游刃有余的他第一次面露恐慌，他跌坐在了地上，很快就抓起手机给我打电话。我勾着唇角把电话接通，咆哮声随之传来：“滕文主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家里的东西怎么都没了？”我故意装傻：“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啊。你出去买东西怎么那么久？现在马上给我滚回来！”我哼笑2声：“你们一家3口好好过吧，我就不回去了。”说完，我挂断电话，直接把3个人都拉进了黑名单。我妈也终于发现不对劲了，她推开卧室门，愣了3秒，然后腿一软，直接瘫坐在地上。东西呢？她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，像被人掐住了脖子。满满一屋子的东西呢？洛清言冲进来，脸色刷得白了，只剩这么点了。她声音发颤：“那我们3个怎么办？外面还有那么多人等着分。”我妈嘴唇哆嗦：“这点东西自己都不够活命的，怎么分啊？”话音刚落，门外的人已经没了耐心，脚步声涌上来，仓库的门还没来得及关，那几箱水和饼干明晃晃地露在所有人眼皮子底下。这次他们一家3口死死地挡在仓库门口，个个脸色惨白，谁都没说话。恶战即将开始，干吃瓜没意思。我从系统里翻出一大包火锅底料，食物林林总总摆了一桌子，红油底料下锅，慢慢化开，香气轰的一下炸出来，那股又麻又辣的香味顺着海风飘出去，飘得老远老远，水咕嘟咕嘟冒泡，红油翻滚，辣味呛得我咳了2声，但舍不得走开，毛肚夹起来往锅里一涮，7秒捞出来，在香油蒜泥里滚一圈，送进嘴里。我眯起眼睛，一边咯吱咯吱嚼着，一边看向监控。我妈死死地把物资挡在身后，颤颤巍巍地说：“这些东西还不够我们3个生存的，实在不能分了。”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变了脸。上辈子跪谢他们的人，这次把袖子一撸，往前跨了一步，手指几乎戳到我妈脸上。不分，我们这么热的天，白白过来一趟啊！隔壁张阿姨跟着起哄：“刚才是谁说的？只要有1瓶水都会分享，现在不够分就不分了。”我妈往后退了一步，脸色发白：“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那你什么意思？我爸冲上来拦在中间，张开胳膊护着我妈：“有话好好说。”滚开！我爸被一把推到旁边，狠狠撞在了柜子上。搬！所有人立刻疯了似的扑向那几包饼干。我妈扑上去抢，被人一脚踹在胸口，后脑勺磕在柜子上。洛清言尖叫着去拦，被人一巴掌扇在脸上，整个人摔在地上。我爸拼命拦着，被人一脚踹在膝盖上，跪了下去。这下家里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仓库里的东西被洗劫一空。我妈瘫在墙角，后脑勺肿起一个大包，血顺着脖子往下淌。我爸跪在地上，膝盖疼得站不起来。洛清言缩在角落，脸上一个红彤彤的巴掌印，肿得老高。但我看到洛清言手疾眼快地把一包角落里的饼干塞进了衣服里，扁平的一包，贴着肚皮藏进去，外面看不出来。我妈边哭边骂地给我打电话，但回应她的却只有对方无法接通这几个字。她气得砸了手机。都怪滕文竹那个小贱人，他好好的往群里发那个干嘛？平时我们做慈善的时候，他畏畏缩缩、抠抠搜搜的，现在末世来了，他倒是大方起来了。那个贱人最好死在外面。我爸在旁边喘着粗气，声音断断续续：“我们的东西怎么忽然就没了？”然后一阵剧烈的咳嗽，呕的一声，一口血吐出来了。洛清言在尖叫：“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！”我关了监控，他们只是没了物资，上辈子我却丢了命啊！我吃完饭后就舒舒服服地躺在了床上，空调开着20度，被子软软的，枕头高度刚好，小猫蜷在我脚边打着小呼噜，困意涌上来，我闭上眼睛沉沉睡去。本以为在海上会安全一些的，但却没想到我这么快就被人盯上了。睡到一半，系统就传来了滴滴滴的警报声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，打开监控，现在已经是深夜，海面黝黑的吓人，3、4个身强体壮的男人正开着一艘游艇向我靠近，他们盯上了我的船，游艇越靠越近，监控的报警声也越来急促。我跑去了甲板上，下一秒一道强光就冲着我的脸照了过来，黑暗中我看不清他们的脸，
但是那道目光却让我毛骨悚然。美女，船上都你自己吗？你一个人手坐那么大的船，怕不怕？让哥哥们上去陪陪你好不好啊？别看我兄弟几个糙，其实最会疼人。我们这有4个人呢，轮着班陪你说话解闷，保准不白吃你的饭。我恶心地皱起眉头。这种极端环境下遇到我这种独身女性和豪华游轮就是一块肥肉，他们是不可能松口的。正好我转身从舱门边拎起那只工业级强光手电，对准他们的脸摁下开关。操！他们本能地抬手捂眼，探照灯咣当一声掉在甲板上。想要我的船，也得看你们有没有本事上来。打头那个揉着眼睛，狠狠骂了一句脏话。等老子上去都弄死你！他们快速冲我冲过来，游艇就停在我的游轮旁边。我的船体早就经过了特殊处理，光滑防弹，连个抓的地方都没有。看来这娘们早有准备。他们气得向船体重重地挥了一拳，给我看笑了。见这边不行，他们又调转方向跑去了船尾那边。4个男人满脸兴奋。兄弟们，这里有栏杆，比前面好盘多了。那4人脸上的淫笑明显。贱人，等住哥哥吧！我劝你一会好好伺候我们，否则等我们玩腻了，就把你扔下去喂鱼。我勾着唇角，看他们4个手脚并用地攀着栏杆。夜色中的游轮忽然亮了起来，栏杆也瞬间泛起了蓝紫色的电光，4声惨叫同时炸开。他们想松手，手脚却粘在栏杆上。1分钟后，我关闭了电闸，他们惨叫着跌进海里，整个人不停地发抖。我晃了晃手电，1000伏，要不再试试？4个人仰头看着我，浑身湿透，也换了副嘴脸。美女，我们错了，刚才是我们莽撞了，求你发善心，让我们上去吧。你一个人也不安全，我们4个就当你的保镖行不行？我笑了，眼神冷漠。不行，还有，现在轮到我了。这4个人不除，我心里难安。我不太熟练地操作着游轮，冲着他们的小游艇撞了过去。别！他们亲眼看着游艇沉进了海里。现在是80度，这里距离岸上有100公里，你们慢慢飘，能活着上岸算我输。4人在后面求救，我则缓缓开着船离开了。他们要是敢继续跟上来，就只有被船尾的螺旋桨搅烂的份。首战告捷，我对我定制的这艘游轮满意至极。回到船舱后，2只小猫也像是感知到什么似的跑出来蹭我的腿。现在是早上5点，继续睡也睡不着了。我干脆去给小猫做了顿新鲜的猫饭，鸡胸肉打成泥后放进罐子里，再加进去1颗无菌蛋，低温慢煮，2小只吃的直喵喵叫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这里倒是风平浪静的，但家里却乱套了。那相亲相爱的一家3口为了那盒饼干反目成仇，打起来了。高温末世第7天，早就已经断水断电，他们已经7天滴水未进了。爸妈躺在地板上饿得呻吟，洛清言却偷偷跑去卫生间吃饼干。只是这次被爸妈发现了，他们俩将洛清言堵在卫生间门口，从他嘴角捏下来一个饼干渣。你在吃什么？洛清言自然不可能承认，但那盒饼干却很快就被搜了出来。向来把他捧在手心上的爸妈，一人给了他一个耳光。洛清言，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把你当作亲生女儿看待，你现在有吃的竟敢独吞。白眼狼，半盒饼干，他们夫妻俩狼吞虎咽地抢着吃。洛清言急得跟着抢，却被一下推倒在了马桶旁边。他急得大哭，省着点吃，给我留点啊！给他留，就连爸妈都在暗自较劲，吃得狼吞虎咽，生怕对方比自己多吃一块。死丫头，你看我们一会怎么收拾你？我从冰箱里拿出了一份干锅鸭头，辣椒将鸭头完全浸透，看着油汪汪的，入口就是辣味和卤香。我放大了爸妈家的监控画面，边吃边看。这辈子的他们早已不似上辈子体面。今天已经到80度高温了，我妈后脑上的血迹已经干了，常年柔顺的长发此刻已经成了一绺一绺的。我爸也脱下了几乎焊在身上的西装3件套，短袖和大裤衩也被汗湿透了贴在身上。他们俩把洛清言堵在卫生间的角落里。养你那么久，你不反哺我们就算了，还背着我们偷吃。看着空空的饼干盒，洛清言哭出了声，但刚张嘴，我爸就一个耳光扇了过去。再有下次，小心我把你赶出去。原来他们的感情也如此经不起考验。我喝了一口冰镇可口，舒舒服服地躺到了床上睡了过去。但第2天早上，我是被外面的大喇叭声音吵醒的。里面的人，我们已经观察你很长时间了，我劝你赶紧带着你的物资投靠我们船队，我们保你不死。什么船队？我猛地睁眼，心里隐隐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打开监控系统后，我看到4、5艘体积不小的渔船一起停在游轮的对面，渔船上都是身材魁梧的渔民，看起来经验丰富且训练有素。这次的情况远比昨天的快艇要棘手，我没打算藏着，直接走上了甲板。对面的人一见到我就兴奋地发出了几声欢呼。美女，爽快！你要是聪明人就该知道，加入我们才是正确的选择。看这架势，今天是不可能善了的了。加入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们人多啊。算盘珠子都快打到我脸上来了，我似笑非笑地盯着他们。高温末世，人多也算优势。对面的笑声戛然而止，见我不上套，领头的男人也怒了。允许你加入我们船队是你的荣幸，
敬酒不吃罚酒的东西。既然你自己不识抬举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他们和上一批人一样，都想爬上我的游轮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他们的装备更丰富，竟然还有钩爪。铁爪勾住栏杆，发出咔的一声脆响。虽然爬得费力，但还是很快就有人凭借臂力攀了上来。看来你是早有准备，竟然还给船体做了特殊处理。但遇到我们，只能算你倒霉。你的这艘游轮马上就是我们的了。我看着即将攀上来的男人微微一笑，直接拿刀割断了铁爪边的绳子。好几个男人接二连三的扑通扑通掉进了水里。我拍拍手，想抢我的船，先追上我再说吧。我不想恋战，本想甩开他们的，但刚刚转身要进驾驶舱，身后却传来了10几道咔咔咔铁抓落下的声音。这次他们学聪明了，没人来爬船，而是将钩爪的麻绳分别系在了他们的渔船上，还有人死死地拉着。这么一来，我的游轮从四面八方被牵扯着，根本无法前进。哈哈，我看你能往哪走？想甩了我们，没门！我按下了前进按钮。糟糕，游轮真的一动不动了，外面的叫嚣声还在继续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劝你主动让我们上去，否则一会老子抓住你就扒了你的皮！哈哈哈哈！到时候你一定会求我们的，求我们让你赶紧死。看着那一张张狂妄的脸，我也笑了。前期做了那么多的准备，防的不就是他们这种人吗？我毫不犹豫地按下了电源，栏杆再次泛起了蓝紫色的电光，电流顺着铁爪和被浸湿的麻绳流向了他们的船。下一秒，所有人都同时响起了一声惨叫。刚刚还无比猖獗的人们被电的身子勾了一出五花八门的怪异姿势。1分钟后，我关闭了电源，对面船上的人如失重般的一个个瘫软在了地上。我冷眼看着对面仅剩的几个虾兵蟹将，识相的都自己滚。本以为他们这次应该老实了的，但却没想到为首的男人硬是爬了起来。他死死盯着我，一字一顿道：放你走了，我们也活不成。老子当年在海上混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呢。在海上，谁都比不过我。把燃烧瓶拿出来。我顿时握紧了拳头，背上的汗毛立起，出了一身的冷汗。燃烧瓶，游轮坚固，但上面的物资全都是易燃的物品，万一着火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们熟练地往玻璃瓶灌上汽油，然后点燃瓶口不调，还不等我反应太多，一个燃烧瓶就砸在了甲板上，玻璃碴四溅，汽油呼地流淌开来。火苗轰一下窜起半人高，小猫炸了毛，嗖地钻进了船舱里。我下意识地用手臂挡着火光，后退了几步，对面却紧接着扔过来了第2个、第3个。砰！甲板上一片火海，对面的男人开始喊话威胁：你要是不让我们上去，我们就烧了你的游轮。我们活不下去，死也要拉着你一起垫背！哈哈哈！等物资被烧光，我看你怎么活！你到底是想同归于尽，还是想一起活下去？橙红色的火舔着舱壁，浓烟顺着舷窗往上涌，隔着2层玻璃，热浪已经扑面而来。我死咬着牙，心猛地一沉。船舱里的物资只是一小部分，系统里还有很多。最要命的是，着火的位置和储存柴油的位置很近，游轮的油舱就在船体深处。如果甲板烧穿了火势，就会蔓延下去，再加上柴油助力，到时候整艘游轮都会在顷刻间被大火吞没。我紧紧攥着拳头，难道这辈子我也难逃一死吗？怎么样？你现在做出选择还来得及。我们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刚才的事就不跟你计较了。我扯着嗓子回了一句：做梦！一旦让他们上来，我只会死得更惨。对面的男人低声咒骂了一句，紧接着就又是一个燃烧瓶砸上来，砰的一声在驾驶舱门外炸开，玻璃碎片打在钢化门上，留下几道焦黑的印记。火苗顺着流淌的汽油往舱门底下钻，游轮上开始冒烟。消防栓，我扑向驾驶舱角落，掀开铁皮柜，消防水袋、水枪头、扳手都在。外面传来喊声，隔着浓烟听不真切，但那种亢奋的看戏似的语调也听得出来。那群畜生在笑。他一把拉开舱门，热浪和浓烟劈头盖脸砸过来，呛得人瞬间睁不开眼。火焰就在脚边半米远，甲板的钢板已经被烧得发烫，隔着鞋底都能感觉到那股灼意。我咬咬牙，弯着腰冲出去，水袋拖在身后，扳手卡进消防栓接口，狠狠一拧，只要接上水就可以灭火了。但是却没拧动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完蛋了！我准备了一切，却唯独没检查消防栓。百密一疏，这该不会是坏的吧？大火越来越近，甲板的油漆开始起泡，噼啪作响，系统在关键时刻也不顶用了。我咬紧牙，把全身力气压上去，咔嗒一声，接口开了。我抓起水枪头拧紧，阀门转开的那一刻，水袋猛地一抖，水柱喷涌而出，水枪对准物资舱上方那片最旺的火，我死死按着水管，对面的燃烧准备了一声，但终究还是没扛得住大水，火被灭了，甲板上一片狼藉。看着焦黑的玻璃碎片，还有些被浪费的物资，我怒火中烧，转身就把水柱对准了对面的那几个船，水柱砸在几个人身上，每个人都趔趄着往后退。想抢我的船，你们做梦！我声音哑得不像自己，大概是被烟呛的。对面的渔船开始连连后退。你给我等着！
这里不安全，必须要换个地方了。我不敢耽搁太久，稍作休息后就开着游轮往海的更深处走去，直到半夜我才终于停了下来。今天的意外让我精疲力尽，连做饭的力气都没有了。简单吃了一份自热火锅后，我就昏沉沉的睡了过去。我知道那伙人不会就此罢休的，但却没想到他们卷土重来的速度会那么快。凌晨3点，我忽然被监控刺耳的警报声吵醒，我条件反射般的坐起来看向监控，海面上还一片漆黑，只有借着月光才能隐约看到那几艘渔船。真是阴魂不散！我纷纷随手扎起马尾，夺门而出。白天他们放火烧船，虽然我的游轮没坏，但有10几箱的压缩饼干却被浪费了。在这个时候浪费粮食简直就是该死，留着他们也是后患无穷。这次干脆把他们一窝端了。我一出来，强光手电的光柱就照到了我的脸上，我被刺得闭了闭眼，转手就打开了自己的更大功率手电，瞬间海面上亮如白昼。呵呵，你个小丫头片子好东西还不少啊！我们休整一下的功夫，你居然跑了这么远，知道怕了是不是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们在你的游轮下面撒了大面积的渔网哦。我太阳穴突突跳了2下，紧接着就听到他们发出一阵狂笑。你的螺旋桨已经被渔网缠住了，这下是彻底走不了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尝试着启动发动机，螺旋桨开始转动，但船身却猛地一阵闷响从船底传来，明显是渔网绞进了机器里。紧接着震动变成了剧烈的抖动，整条船都在抖。我下意识关掉发动机，抖动停了，外面的几艘渔船又围了上来，有人冲我大喊：哈哈哈哈哈！要么你下来你自己清理一下，跟我们斗，你还嫩着呢，信不信我们耗也耗死你？我深吸一口气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我会游泳，可以下去把渔网剪断，但他们一直在旁边守着，下去非常危险。他们人多势众，我只有自己，一直耗着也不利于我。正有些为难时，最期待的声音忽然响起：叮！恭喜宿主解锁新技能，可获得辅助驾驶游轮和紧急避险功能。系统可时刻检测海面情况，避免危险发生。我眼睛一亮，开始尝试着辅助驾驶。果然，和我想象中的一样，系统自动清理了螺旋桨上的渔网，游轮开始缓缓启动。我悬着的心也放了下去，危机就此解除。但对面的人却惊呆了：怎么回事？船怎么开了？他妈的，出海那么多年，老子最怕的就是被渔网缠住，到他那么快都解决了。不管了，继续追，千万不能跟丢了。我们的物资全都吃没了，他就是我们活下去的希望。他的船就是个宝贝，必须抢过来。我神色冰冷地看着后面穷追不舍的几条船，极端环境下，不是他们死就是我活，我不能一直处于被动了。七头，这片海域有没有什么危险地段？那道机械音响起。前方500海里的位置有海上龙卷风危险系数10颗星。海上龙卷风，我冷冷勾起唇角，就去那里。系统改变了航线，直奔正前方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就透过舷窗看见远处的海面暗了一块。不是暗，是有什么东西从云层里伸了下来，灰黑色的，像一条扭动的巨蟒。海面开始不对劲了，风突然变大，浪头变得没有规律。但好在我的游轮够大，这股风浪还不足以阻挡。天越发的低沉，月亮也在低落。我握紧了舵轮，看着眼前越来越近的渔船，那些渔船跟得越来越近了，直到快到龙卷风的不远处时，我猛地减速，游轮在海面上发出大弧线，身后的渔船也没反应过来，他们还在追，冲在最前面的那条船最先意识到不对，但太晚了。站在甲板上的男人大惊失色，不对劲，遇到龙吸水了，快点跑！掉头撤！他们想跑，但那东西移动的比看起来快得多，灰黑色的巨蟒披着海面横扫过来，海水被它吸起来，形成一道旋转的水墙，从海面一直拧到云层里。隔着这么远，我都能听见那种轰鸣声，像是巨兽在咆哮。第一条渔船刚掉转到大船头，这边的流水层一推下，船身瞬间倾斜60度，90度，下面的方就成功。几个人影被甩出来，船落在近水里，就被旋转的气流驱走进去。因为一条胳膊往船里撞了一下，船开始不见了，第二条船落水的声音被风声淹没，只剩下听到碎片。第四条全都如此，海面上全是碎片、碎木板、破渔网，还有几个不知道是救生圈还是什么东西的彩色塑料块，偶尔能看见一个人影子下去，再也不起来，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。最后一条看到最后一艘船被海水吞下后，我才惊觉自己掌心里已经出了一片黏腻的冷汗。我握着舵轮，指节发白，心脏砰砰砰的狂跳。小猫像是察觉到了危险，蹭地跳进了我怀里，
整个猫都在发抖。我揉着小猫的头，轻声呢喃：“没事了，安全了。”解决了那波人，总算是没人盯着我们了。精神高度紧绷了这么久，忽然松懈下来，却睡不着了。我抱着小猫躺在甲板上，看着海面被一点点朝霞染红，海面像一块被揉皱的绸缎，每一道波纹都镶着金边。小猫趴在我的胸口，尾巴有一搭没一搭地扫着我的手腕，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真安静啊。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地叫个没完。我一把捞起小猫去了自己的房间，冰箱里还摆着琳琅满目的食材。吃什么呢？2只小猫一左一右的喵喵叫，我轻轻在它们的脑袋上揉了一把。你们说的不算。好久没吃大餐了，我给自己做了烤肉，小猫吃鸡胸肉，看着油脂滋滋滋的铁板上冒着香气，简直幸福无比。吃饱后，我又美美的睡了一觉，直到天黑才起。但睁眼拿出手机时，我却看到了99家的未接来电，咒骂的短信更是数不胜数，是陌生电话，但用脚趾头猜都知道全都是我爸妈打来的。很快电话又打了进来，我顺手点了接听，我妈的叫嚷声立刻传来：“滕文竹，让你买水，你跑到哪去了？这么热的天，你想饿死我和你爸吗？快点给我死回来！”我冷笑一声：“走之前不是说了吗？希望你们能活着等我回来。”对面的声音听起来有几分咬牙切齿：“我就知道家里的吃的都是被你拿走的，我就说你这个榆木脑袋怎么忽然开窍了，原来这都是你的阴谋。不过滕文竹，你别以为跑了我就找不到你，你是不是忘了你爸是干什么发的家？”我皱起了眉头，刚回家不久，这个我的确不知道，本以为他是想吓唬我的，但却没想到1分钟后，系统页面忽然弹出来了一句话：“检测到异常定位，请求来源。北斗卫星系统，请求方未知终端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快速打开了家里的监控画面，只见我爸在手机上捣鼓着一个软件，上面闪烁着4个红点。我想起来了，刚回家时他们的确让我和洛清言下载过一个定位软件，可我早就已经删了。我清楚听到我妈兴奋地问：“人在哪？”“在海里。”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他俩相视一笑，对着手机悠悠道：“文竹啊，你跑到哪，爸妈都能找得到你。”我后背发凉，那种感觉像是被恶鬼缠上了，情况远比我想象中的复杂很多。上辈子的种种控制不住地浮现在眼前，在孤儿院吃不饱穿不暖，上学被孤立霸凌，书被人扔进厕所，头发被人拽着往墙上撞，好不容易被亲生父母找回家后又被打压。本该是普通人的洛清言成了公主，我成了公主的奴仆。她不想洗的碗我洗，她不想叠的被子我叠，她闯了祸我背锅，她想要的东西我连碰都不能碰。所谓的血浓于水，早在上辈子他们将我推下窗的那一刻消失殆尽了。我站在驾驶舱，透过防弹舷窗望向海平线，好在我的船体已经打造的足够完美，光滑的涂层，防弹船体，1000伏电压的栏杆，还有跟那些男人斗智斗勇的战绩。他们既然非要来，那就来试试吧。末世第20天，我抱着小猫躺在床上刷手机，猫这个乖，2小只都一边呼噜呼噜的一边用头撞我。网上依旧到处都是求救声，政府也在坚持救援，但高温久久不退，救也救不完。上辈子这场末世可是持续了半年都没有结束的。我抱着小猫翻了个身，下一秒熟悉的警报声再次响起。我打开监控画面看了一眼，这次来的是一艘和我的游轮大小相差无几的船。放大画面，我一眼就看到了站在甲板上的洛清言和我妈，他们在末世前就人脉甚广，能找到一艘游轮也并不稀奇。我从床上爬起来，将头发扎成利落的马尾，一场恶战又要开始了。海面上的温度虽然会低一点，但甲板上的热浪还是叫人喘不过气了。被高温晒了这么久的海水都能把人低温慢煮熟了。我看到我妈远远的就指向我的方向，随后他们就开始冲我急速靠近。很快，那3张面孔就再次出现在了眼前。大概是饿久了，我妈这个贵妇也优雅不下去了，她指着我气得浑身哆嗦：“你个小贱种，把我们的吃的都偷走了，我们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，你他妈倒是把自己养得溜光水滑的。”虽然不合时宜，但我还是忍不住笑了。我披着一件米白色的薄衫，皮肤被养得白里透粉，但我爸饿得颧骨凸起，眼窝深陷，像一具会喘气的骷髅。我妈和洛清言的头发枯草一样糊在额头上，眼眶熬得发青，活像刚从哪个乱葬岗爬出来的。你还好意思笑？我爸气疯了，指着我劈头盖脸道：“赶紧让我们到你的游轮上去，你要是听话懂事，我就大发慈悲的不跟你计较了。”洛清言强撑着靠在船上：“快点，再给我们煮点东西吃。”想得还挺美的。我连起唇角，冷冷道：“做梦！”我霸气地攥紧拳头：“别脸不要，等我爬上去弄死你！”他扑通跳下了船，还试图像那几个男人一样爬上来，不过围着游轮努力了1圈都没成功，最后被海水烫得受不了，又爬了回去。唐文竹，老子问你最后一次，你到底让不让我们过去？我薄唇轻启：“不让。”他捏着拳头死死地盯着我，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。好，老子就算跟你同归于尽，
也不可能让你自己活得这么潇洒。说完，他便冲进了驾驶室，他的船扭转方向，直奔我的游轮而来。我皱了皱眉，船体是加固过的，不会被撞坏，但他们的船和我的游轮差不多大，这个吨位撞过来，游轮恐怕会翻。我一把推下全速倒车的档杆，发动机咆哮起来，螺旋桨疯狂旋转，但对面离我太近了，还是他们冲过来的速度更快。砰！一声闷响，船身猛地一顿，我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去，2只小猫都在船上滚了几圈，奶奶个腿的！我爬起来跑到甲板上查看情况，还好游轮没事，猫也没事，我的游轮只是晃了晃，船体上连一点剐蹭都没留下。他们的情况显然更不好，船体的钢板凹进去一块，碎玻璃溅得满天飞。我爸从驾驶舱里被甩出来，整个人摔在甲板上，滚了2圈，差点掉进海里。我妈尖叫着去扶他，骆青岩瘫在那儿，脸色煞白，嘴唇都在抖，他想站起来，腿软得站不住，又跌坐下去。游轮往后退了几米才稳稳停住，我紧攥着拳头，掌心全是汗，但显然还是我赢了。我爸撑着甲板坐起来，呕出一口血，血顺着嘴角往下淌，滴在甲板上，被太阳一晒，立刻变成暗红色的一滩。他抬起头，死死盯着我的方向，那双眼睛里全是血丝，恨不得把我撕了。唐文竹，我怎么生出来你这么个不孝顺的东西？我妈哭着大喊：你要眼睁睁看着你爸妈死吗？你这条命都是我们给的，现在你却跟我们抢这点物资。我冷笑一声，一字一句的质问：80度，你们让我在80度的高温里出门找物资，鞋底化了，脚底烫出水泡，走在路上每一步都像踩在烧红的铁板上。你们呢？你们准备趁我不在，一家3口去享受仓库里的食物。我顿了顿，现在跟我讲孝顺，那你们又为什么明知道家里有物资，却逼着我在高温的天气下出去找食物？这天气热得我心慌。我从系统里拿出来一根雪糕，甜滋滋的味道在舌尖化开，暑气瞬间消散了不少。他们3个看的眼睛都直了。如果回答的让我满意，我可以考虑给你们扔过去点吃的。爸妈对视了一眼，下意识看向了骆青岩。瘫在甲板上的骆青岩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。骆青岩强撑着爬起来，眼眶泛红，眼泪将落未落，挂在睫毛上，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，还是惯用的那套挑拨离间。爸妈是想考验你一下，谁想到你出去就不回来了。你知不知道他们有多担心你，天天盼着你回来，觉都睡不好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别被他骗了。我没说话，转身就往船舱里走，1步2步。是骆青岩提议的。我妈的声音从身后炸开，又尖又急，像被踩了尾巴的猫。我顿住脚步。当时是他说的。我妈指着骆青岩，手指都在抖，指甲上还残留着斑驳的红色。他说嗓子冒烟了，说太热了受不了，说家里没吃的了，是他先说的。他说让你出去找找，说不定能找到。骆青岩脸色变了。妈，你闭嘴。我妈瞪他一眼，眼泪糊了满脸。文竹，我妈当时也是脑子热糊涂了，听他那么一说，就他编不下去了，捂着脸哭起来。我爸在旁边猛点头，语气急得发颤，像是怕说慢了我就会走。对，都是他的错，我和你妈只是脑子一热被他撺掇的，我们没想真让你出去送死，就是一时糊涂。骆青岩嘴唇动了动，没发出声音。他看看我爸，又看看我妈，那张脸从白变红，又从红变白，最后定格成一种死灰似的颜色。我顿住了脚步，意味深长道：那怎么办呢？他们都是人精，怎么会不懂我的言下之意呢？爸妈齐刷刷地看向了骆青岩。骆青岩撑着手臂蜷缩进了角落里，声音止不住的颤抖：不要，爸妈别过来。他们一左一右地走到了骆青岩的身边，一人抓住了他的一条胳膊。这么多年我们对你不错吧？青岩啊，现在也到了你报答我们的时候了。说完，他们都没给骆青岩说话的机会，就2人合力把他从甲板上丢了下去。骆青岩扑通落水，狼狈挣扎。嗨，救命！我不会游泳啊！他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，在我眼皮子底下慢慢沉进了海里。昔日捧在手掌心疼了20多年的女儿死了，但我爸妈眼底却只有兴奋。宝贝女儿，现在可以让我们过去了吧？先给妈扔点吃的过来，我实在没有力气了。我冷嗤一声，不好意思，我反悔了。2人脸色骤变，一时间什么难听话都吐露出来了。我面不改色听着，冷冷反问：就你们这样，我凭什么让你们过来？热死了！我不再废话，直接回了船舱，准备离他们远点。但游轮刚刚启动，我就又听到我爸大喊：唐文竹，你跑不出我的手掌心，要么乖乖让我们上去，要么老子就把你的位置发出去。我就不信所有人联合在一起还撞不死你。我脚步顿住，位置发出去。我回头，隔着10几米海面，看见我爸举着手机，那部破破烂烂的手机，他只是盯着我。1分钟后，全城活人都会知道这里有一艘装满物资的游轮，船上只有一个女人。我定定地看着他们，目光掠过他的船体时，忽然笑了。发吧。我爸愣住。什么？我说发吧。我靠在栏杆上，把位置发出去，让所有人都知道这儿有一艘装满物资的游轮。他盯着我，气得跳脚。你宁可让全城人来抢你，
也不愿意让你老子上去一起过好日子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？他手指着我，青筋暴起。早知道你是这种货色，当年就不该去孤儿院找你，让那帮人把你打死打活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妈在旁边帮腔，声音尖利。我们在家连口水都喝不上，你一个人守着这么大一艘船，上面多少物资，够我们吃多久？你哪怕分我们一口水，我们都还是你爸妈。他们死死盯着我的船，盯着我，我没应声，只是看着他。我爸又开口，这次声音哑了，带着一股破罐子破摔的狠劲。好，我就是死也要看着你被人抢了之后才咽气。等他骂完了，我才慢慢开口。发出去之后，他们最快也要3-4个小时才能到，毕竟不是人人都有船，有船的也不一定还有油。我顿了顿，目光定格在他们船体的破洞上，笑道：但是你那艘船还能撑多久？他们俩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目光一寸一寸地朝着我看的方向看去。我的游轮没事，但他们的刚刚被撞坏了，船身被撞出一个大洞，此刻一层的船舱已经被水淹没，船身肉眼可见的往下陷，水漫得越来越多，船头翘起来，船尾几乎贴着海面，倾斜的角度越来越大，甲板上能站人的地方越来越少。我爸抓紧栏杆，指节发白，他半个身子悬在栏杆外面，脚下就是海，一松手就会直接掉进海里。我妈腿一软，直接瘫在甲板上，她整个人顺着坡度往下出溜，似乎抓住了绳子。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啊，血浓于水。我妈先开口，声音软得像在哀求。文主，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啊，血浓于水。我爸语气急得发颤，刚才是爸不对，爸说话难听，爸跟你道歉，你先让我们上去，咱们慢慢说，行不行？这船撑不了多久了，亲生父母，血浓于水。我唇角挂着讥讽的笑，转身往舱里走。唐文主，船尾又往下沉了一截，海水已经漫到2层窗户了。文主，他声音都劈了，你听见没有？爸求你上来再说，你要什么都行。2道撕心裂肺的声音传来。你回来，你不能这样啊！我们承认之前对你不好，给我们一个机会也不行吗？我们也是第一次做父母啊。我走进驾驶舱，关上门，开着游轮慢慢朝着另一个方向驶去。再回头看的时候，那艘船的位置越来越低，海水漫过甲板，漫过了他们腰、胸口、脖子。小猫嗖的一下跳进我怀里蹭了蹭，我收回视线，抱着猫回了船舱。虽然报了上辈子的仇，但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。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我，比谁都渴望亲情。他们死了，但除了这条命，我似乎又什么都没赢。游轮缓缓驶离这片海域，我用监控检查了四周海面，这次海面上只剩翻涌的暗浪，再无半分人影。光伏板在烈日下滋滋触电，船舱空调稳稳维持在22度，与外面依旧80度的炼狱判若两界。难得闲下来，我必须好好享受一下空闲的时光。我靠在甲板躺椅上，手边是冰镇酸梅汤，小猫蜷在腿边打盹。空台风掠过鬓角，竟带着几分微凉。系统空间的新鲜食材取之不尽，清蒸蟹、冰粉、卤味轮番上桌。窗外是波光粼粼的海面，窗内是暖黄的灯光，这是我用命换来的安稳。点开手机一看，物业群早已死寂，想来那些曾围着父母讨要物资的邻居早已自顾不暇，但陆地上的求救信息还在刷屏。我们几十天没吃饭了，只能饿得啃树皮，只能救救我们。这高温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？视频里，一位母亲抱着怀里双眼紧闭的孩子痛哭，我有心帮忙，却没那个能力，只能随手关掉手机。上辈子的苦熬与惨死恍如隔世，如今的平静是我应得的。夜晚，我听着海浪轻拍船身，抱着温热的小猫入眠，只希望外面的高温炼狱能早日结束。几天后的清晨，我被一阵刺骨的冷意惊醒，怀里的小猫紧紧贴在我颈窝，空调依旧是22度，但温度计竟然是19度。我猛地从床上站起来，忍不住惊呼出声：19度！我心头猛地一跳，连鞋都来不及穿就跑到了甲板上。海风迎面扑来，没有半分灼热，只有清冽的凉意，吹得我打了个寒战。我翻出温度计伸到船外，指针飞速回落，最终仍有在25。我不敢置信，接连测了5次，数值始终没变。我眼含热泪。末世终于结束了吗？我颤抖着点开手机，铺天盖地的消息立马弹出来。官方通告：极端高温结束，气温逐步恢复正常，救援队伍已全面出动，各地开始灾后重建。我兴奋地欢呼一声，捞起猫在甲板上兴奋地转起了圈。末世结束了，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生活了，终于不用在海上流浪了。我迫不及待地跑进了驾驶舱，全速上岸。天渐渐黑下时，游轮才缓缓驶入熟悉的码头。我在甲板上等着，远远便见岸边一片忙碌，一场浩劫，所有人都变得面如枯槁。救援车的警笛声此起彼伏，穿蓝色救援服的工作人员引导着幸存者，临时帐篷连成一片，广播里循环播放着灾后安置通知。不要抢，每个人都有。需要救治的人，请到救护车那边集合，全都是免费救治。
空气中有消毒水的味道。我抱着2只小猫走下船，工作人员立刻迎上来，递上灾后手册。你是海上避难的幸存者吧？水电已逐步恢复，这是安置点信息。我接过手册，指尖触到纸质的温热，竟有些恍惚。我回了家，却看到曾经的富人区如今满目疮痍，草坪枯黄，别墅外墙因高温开裂，路边散落着破碎的玻璃和干枯的绿植。爸妈家的别墅大门虚掩着，我推开门走了进去，入目就是满地的狼藉。客厅的水晶灯摔在地上，碎成无数片，沙发被推倒，立式空调被砸碎，就连茶几都裂成了2半。爸妈的卧室更是惨不忍睹，几乎所有家具都被损坏了。这里连接着他们隐藏物资的仓库，屋子里随处可见的打斗痕迹，衣柜上还残留着暗红色的血迹。那间曾藏着满仓物资的里间，如今空荡荡的，只有几个空水瓶和压缩饼干包装袋散在地上。我站在那看了很久，才转身出去。原本我们可以一起在末世中存活下去的，只是他们3个不愿意，始终坚持要把我推出去。几天后，公证处和律师事务所恢复营业，我整理好身份证明和父母的资料，走进那间曾属于父母的专属律师事务所。律师推过来厚厚的一叠资料，镜片后的目光带着复杂。滕小姐，骆先生和骆太太的遗嘱中，骆清言小姐本是法定继承人，但他们都在末世中不幸去世，您现在是唯一法定继承人。这是所有资产清单。清单上的数字触目惊心，市中心10几套商铺，郊外3座别墅，数家公司的控股权，海外账户的巨额存款，还有各种珠宝古董。陈叔将一张银行卡放在我面前，这是他们的私人卡，密码是骆清言的生日。我垂眸看着那张卡，律师的话意味着，如果不是发生了末世，爸妈的数亿资产原本都和我这个亲生女儿无关，而骆清言那个抢走我人生的假千金，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所有。我深呼一口气后拿起笔，在继承文件上签下滕文竹3个字，一笔一画，清晰有力。从这一刻起，骆家的一切皆归我所有。处理完遗产手续，我驱车前往城郊的孤儿院。车子驶离市区，路边的景象渐渐恢复生机，偶尔能看到村民在田里劳作，孩子们在路边追逐打闹，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。孤儿院的大门还是记忆中的样子，刷着蓝色的漆，门口的老槐树抽出了新枝。推门进去，就看到院长妈妈蹲在院子里，带着孩子们种向日葵，大家的笑声清脆，像风铃一样。我眼睛一热，声音控制不住的颤抖。院长妈妈，院长妈妈回头看到我，手里的小铲子掉在地上，眼眶瞬间红了。文竹，你回来了，你还活着。我快步走过去，扑进了她怀里，哽咽着道：我回来了。院子里的孩子们围过来，好奇地看着我，还有几个稍大的孩子认出了我，怯生生地喊：文竹姐姐。我看着熟悉的院子，看着院长妈妈眼角的皱纹，看着孩子们纯真的笑脸，眼眶发热。这是我这辈子唯一感受到过温暖的地方。院长妈妈拉着我走进办公室，屋里的桌椅还是旧的，墙上贴着孩子们的奖状，角落里的饮水机滋滋响着，一切都还是记忆中的模样。末世里苦坏了吧？院长妈妈给我倒了一杯温水。那时候温度越来越高，院里的水快喝完了，还是救援队伍来得及时才撑过来。我看着院长妈妈鬓角的白发，心里酸涩。上辈子我惨死，没能报答院长妈妈的养育之恩，这辈子我要护着这里的所有人。我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。院长妈妈，这卡里有500万，你拿去修院里的房子，添点物资，给孩子们买些新衣服和书本。院长妈妈愣住了，连连摆手。这怎么行？太多了。您拿着。我按住她的手，这是我该做的。我又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物资清单。我还联系了供货商，明天会送米、面、油、牛奶和零食过来，以后孤儿院的开销都由我来承担。走出办公室，看到孩子们在院子里玩滑梯，我蹲下身，拿出糖果分给他们，看着他们甜甜的笑脸，心里满是柔软。从孤儿院出来后，我驱车去市区的超市采购，准备给孤儿院的孩子们做些点心。超市里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热闹，货架上摆满了商品，人们推着购物车挑选，一切都井然有序。我走到生鲜区挑选水果，但身后却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，带着谄媚的讨好：文竹小姐，真是你呀！我回头看到隔壁的张阿姨站在身后，她穿着洗得发白的 T 恤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满是憔悴，手里的购物篮里只有几根青菜和一个馒头。你还记得我吗？我笑了，怎么会不记得呢？上辈子就是他带头抢我找回来的物资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小家子气，说我丢骆家的人。这辈子也是他抢走了骆家仓库里仅剩下的哪几包饼干。如今他看到我，脸上堆着刻意的笑，他搓着手：文竹小姐，听说你继承了你爸妈的遗产，成了大老板了。阿姨家的儿子现在没工作，你看能不能在你公司给他找个活干？周围的人听到动静，纷纷看过来，目光里带着好奇。我看着张阿姨那副趋炎附势的样子，心里满是鄙夷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冷冷开口，声音清晰：不能。张阿姨的脸瞬间僵住，
脸上的笑也挂不住了，但他依旧不死心，上前一步来拉我的胳膊。你知道的，我家条件原本不错，都是被这场末世毁掉的。末世里，人们没了秩序，为了活下去，有不少人烧强掳掠，自然也就有人破了产。他带着哭腔：文竹小姐，大家都是邻居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末世里那事是阿姨不对，我跟你道歉，你就帮帮忙吧，我儿子都快饿死了。大家看我的眼神变了变，甚至还有人开始对我指指点点。现在正是大家互相帮助的时候，他怎么这么冷血？係啊，簡直冇人性。我冷笑着甩开了他的胳膊。张阿姨，你抢我家物资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是邻居？我看着他，目光冰冷，声音不大，却让周围的议论声瞬间安静。张阿姨的脸涨得通红，又羞又恼，见周围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她，索性撒起泼来。滕文竹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你爸妈都死了，你一个人守着那么多钱，良心过得去吗？怪不得你爸妈不喜欢你，活该，你就是没有你妹妹懂事。看着他撒泼打滚的样子，我满脸讥讽，只是稍微不如他的意，他就说出了和上辈子一样的话了。我良心过不过去，轮不到你说，你今天的下场都是咎由自取。我冷笑一声，拿起购物车转身就走。上辈子的仇，我虽未主动报复，但也绝不会原谅，这是他应得的下场。从超市出来，刚走到停车场，我就被几个熟悉的人拦住了去路，是爸妈生前的朋友，还有骆青岩的几个同学，他们都是上辈子在末世里跟着父母一起分物资的人，如今却一个个衣衫褴褛，面色憔悴，看到我就像看到了救星。一个胖男人上前堆着笑：文竹啊，我是你王叔叔，你爸生前的好朋友，听说你现在掌管了骆家的产业，能不能给叔叔安排个职位？骆青岩的同学也跟着附和：文竹姐姐，我们以前都是好朋友，你看我们现在连饭都吃不上，你帮帮我们吧。他们七嘴八舌地围着我，那架势可不像求，更像是逼迫。你们吃不吃得上饭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他们愣了一下，我则直接打开车门准备离开。他们见状纷纷围到我的车前，有人隔着玻璃指着我怒骂：滕文竹，你爸妈生前最喜欢帮助大家了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还有人气疯了似的狠狠在车上踹了2脚。骆家落到你手了，迟早完蛋，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今天不帮我们，你就白想走出去。我对着门狠狠按了一下喇叭，尖锐的喇叭声让他们面色痛苦地捂住了耳朵。我驱车后退了几米，随即就狠狠踩下油门冲着人群而去。好不容易在末世中活下来，我才不信他们会想死。果然，车刚冲过去，人群中惊慌失措地散了。我勾着唇角离开，后视镜里，他们一个个脸色青白交加，气得直跳脚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忙着给孤儿院翻新改造。我请了施工队，把院里漏雨的屋顶修好，斑驳的墙壁重新刷上明亮的黄色。孩子们的宿舍也换上新的床铺和被褥，新的滑梯和秋千出现在了院子里，空地种上了鲜花和蔬菜。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撒欢，我也忍不住唇角上扬。孤儿院焕然一新，院长妈妈拉着我的手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她老了，比我离开的时候老了更多，头发全白了，背也驼了，手上全是干活留下的口子和茧子。这些年她一个人撑着这个孤儿院，没有钱，没有人，就靠那点微薄的补助和好心人的捐赠，硬是把10几个孩子拉扯大。文竹，你真是个好孩子，这些孩子有你真好。我反握住他的手，那双手粗糙的扎人，骨头一根根硌着我的掌心。院长妈妈，是您把我养大的。他哭得更厉害了。从那以后，孩子们越来越黏我。每次我去孤儿院，还没进门，就听见里面喊起来：文竹姐姐来啦！文竹姐姐来啦！然后一群小萝卜头冲出来，围着我，抱着我的腿，拽着我的衣服，七嘴八舌地喊：姐姐你陪我玩，姐姐你给我讲故事。我每次都被他们吵得头疼，但每次都会留下来陪他们玩，陪他们在院子里追着跑，跑出一身汗，然后坐在老槐树下给他们讲故事。院长妈妈在一旁摘菜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，落在身上，暖融融的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简单、温暖、安稳，没有80度的高温，没有燃烧瓶，没有渔网，没有那些嘶哑的咒骂和求救，只有阳光、笑声和这些跑不完、跳不累的孩子。处理完孤儿院的初步翻新，我立刻扎进了爸妈留下的产业里。骆氏集团旗下有食品、地产、商贸3家核心公司。末世后，员工流失近半，食品厂停工，地产项目烂尾，商贸渠道断裂，高层们人心惶惶。第一次董事会就炒作一团，会议室里，老股东拍着桌子嚷嚷：公司开不下去了，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变卖资产。没错，钱在我口袋里才安心，谁知道下一次末世还会不会卷土重来？公司已经盘不活了。我坐在主位，指尖轻扣桌面，等众人安静后，直接甩出3份方案。食品厂3天内恢复生产，优先生产速食、饮用水和应急食品，对接政府灾后救援物资采购。地产公司暂停高端楼盘，全力改造烂尾楼为临时安置点。商贸公司整合剩余渠道，主攻民生用品配送。话音刚落，就有人拍着桌子质疑：
没用，现在哪来那么多的资金？你当这是过家家呢？我抬眼，将早已准备好的资金流水甩在桌上。我注资5个亿，产能不够就扩招末世失业工人，包吃住开双倍工资。我起身冷冷扫视着坐在两侧的人们，沉声道：做不到的，现在就提离职。他们面面相觑，但却没有一个起身离开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泡在各个厂区，亲自盯生产、看图纸、谈合作，所有计划稳步进行，生产也开始渐渐恢复。我把洛氏集团更名为了腾氏，滕文竹的名字渐渐出现在灾后救援的名单里，成了城市重建的中坚力量。食品厂的第一批应急物资顺利发出，整整50车速食、饮用水、罐头、压缩饼干，直接送到了城郊最大的灾后安置点。我跟着车队过去，看到上千名幸存者挤在帐篷里，老人孩子渴得嘴唇干裂，心里揪紧。工作人员接过物资，连声道谢。滕总，太感谢了！现在物资紧缺，这些东西能救不少人。工人们开始往下搬东西，一箱箱泡面，一箱箱矿泉水，一箱箱罐头从车上卸下来，堆成一座座小山。领物资的队伍已经排起来了，老老少少拎着袋子，端着盆，安安静静地等着。我给一个小女孩递了瓶牛奶，她怯生生地接过，小声说了句：谢谢姐姐。我心里酸酸的，回去后就立刻召开了会议。从这个月开始，食品厂每月拿出30%的产能，无偿捐赠给各个安置点和孤儿院，里面有等生活必需品按成本价销售，对孤寡老人、残障人士免费配送。此话一出，大部分人都面露难色。有人开口：滕总，这样一来，公司利润会少很多。我知道。我双手撑在桌面上看着他们，但当务之急是让大家都活下去。会议室里很安静，有人低下头，有人看着我，有人在慢慢点头。质疑声再度被压下，我还联系了其他企业，共同参与城市基础设施修复。短短1周，就有20多家企业报名加入，道路抢修、水电恢复的速度大大加快。走在街头，看着渐渐亮起的路灯，重新营业的小店，我知道这座城市正在慢慢活过来。连日的忙碌让我身心俱疲，处理完公司的最后一份文件，我回到了停靠在码头的邮轮上。这是我在末世里的避风港，也是我最安心的地方。我躺在甲板上晒着太阳，小猫蜷缩在我身边，海面平静，偶尔有海风拂过，带着淡淡的咸湿味。连日的紧绷终于放松，倦意席卷而来，我闭上眼睛，很快便沉沉睡去。梦里，我看到了翻修一新的孤儿院，孩子们在向日葵花田里追逐打闹，院长妈妈笑着给我递来一碗温热的粥。看到了城市里车水马龙，街头巷尾满是欢声笑语，看到了那些曾经刁难我的人，或是改过自新，或是落魄离场，而我守着自己的温暖，活成了最想要的样子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一阵灼人的燥热惊醒，喉咙干得发疼，浑身的皮肤像是被火烤着一般，这完全不对劲。末世不是结束了吗？回应我的只有系统冰冷的警报声。警告，检测到外部气温持续攀升，当前温度78摄氏度。警告，船体周边无异常高温，末世仍在持续。额头上的汗水瞬间流进眼睛里，刺得生疼。温度越来越高，玻璃舷窗外的海面被烈日烤得波光粼粼，空气中的热浪透过玻璃涌进来，让人喘不过气。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掌心没有银行卡的冰凉，只有汗水的黏腻。身边没有孤儿院孩子们的笑声，只有2只小猫被热得焦躁的喵喵叫，用脑袋不停蹭着我的胳膊。翻修的孤儿院，正轨的公司，恢复的城市，消散的高温，所有的一切都在这灼人的热浪中烟消云散。原来那些不过是我在高温末世里一场疲惫至极的美梦。烈日依旧毒辣，80度的高温炼狱从未离开，这场浩劫远未结束。